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，这青葱郁郁从前。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。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。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，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前一段咱们院党组一直在研究执行局的问题，执行难，不光对我们青港法院，对全国各地法院都是一道难题。执行难度大，办案人员少，积压案件多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。当初我们把执行二庭作为试点，组成了以青年法官为主的青年团队，希望用这种青年法官的热情和闯劲儿，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。这玩意儿已经去了吗？不用了。副厅长，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。说，咱们今天执行的这个玉城主角犯罪业主齐润玉，是咱们刑庭法官麒麟的姑姑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咱都是一个法院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需不需要事先跟领导打个招呼，或者跟齐法官那边来事先知会一下？反正你直接去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吗？这个案子谁判的？民一庭的张丽法官于4月公告送达，被告一直没有出庭。张法官判案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领导打声招呼？是不是也得事先跟这个齐法官知会一声？如果齐法官不同意，这个案子就不判了吗？案子已经判了，手续齐全，我们干的就是执行的工作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，咱们准备实行轮岗制，集中咱们全院各个部门抽调优秀的员和法官，以半年为单位，用轮岗的方式去执行二庭工作。彭院，轮岗制啊，就是及时雨。我们大家伙是盼星星盼月亮的，终于盼到了。您就说，第一个把谁派到我们执行二庭？麒麟，麒麟，哥早。哎呀，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我正要去找你呢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行啊。哎，今天晚上真不行，我明天上午要开庭，晚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。你得了吧，明天开庭，今天晚上吃饭耽误吗？说定了啊，下了班我找你，一起走。久等了哈，慢用。哎，谁是方强？方强不在这儿，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妈。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青港法院执行局法官，我叫楚云。哦，今天来是对中仁路5号的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前的调查工作，请你们予以配合。拍卖？不是，这房子是我的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跟他没关系啊。以前是你的，但现在不是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拍上了呢？你能不能管管他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齐仁玉，
你与方强在今年的1月7号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。过户？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过户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这不可能啊，怎么过户了呢？方强在1月12号将坐落在青冈市中仁路5号的房屋，也就是这所饭店，进行了抵押，向快享金融贷款公司申请了抵押贷款，但未能按时偿还。快享金融起诉至我院，法院判决后，方强并未上诉，现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。因为方强并未主动履行，法院已经裁定查封拍卖此处房产，请你们在7日之内主动腾空店面，逾期未腾空，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不，你等，你说的有点乱，我听得有点晕。什么的贷款，什么强制执行，这还有7日，什么这误会了，弄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这整个过程我们完全都不知道，对，真的弄错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冷静，方强是你们的儿子吧？对啊。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还是想办法联系到他，问问他就清楚了。打电话，我对电话在这。哎，那个外卖好了没有啊？麻烦快点。我去拿。哎呀，不卖了，又跑了一单呀！那你们自己取消啊，免得客人投诉我。哎，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打通了没有啊？这不一直打着呢吗？他也不接电话呀，这个小兔崽子。咱们这第一炮啊，是一定要打响的。经院党组商议，人选的条件是有2个，第一就是业务要过硬，不但结案率要高，同时呢，被投诉率还得要低。这2一个呢是年龄，考虑到执行2厅是一个年轻的法官团队，那么我们轮岗的员额法官的年龄不宜过大，这样一是没有代沟，2呢又可以保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。上限呢定为36岁。法院，您就赶紧说姓甚名谁吧，我急死了，这还要给你急的。经过研究，尽管马副院长和赵婷非常不舍，但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咱们轮岗推荐的第一人选就是咱们刑庭的麒麟同志。现在开庭，传被告人周有明到庭。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谢谢审判长。本案由青冈市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，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经依法审查查明，2023年1月20日下午18时许，被告人周有民上门催收欠款，与被害人郑小聂因还款事宜商讨未果，发生口角。周有民使用匕首向郑小聂腰部连刺7刀，致使郑小聂肾脏破裂，情节十分恶劣。苏文玉女士，我们要开始工作了。法官同志，我是想跟你说啊，这房子它是我的。我侄子叫麒麟，是他买给我的。那个麒麟他也是你们青冈法院的法官，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。真的不是方强的，真的。你刚才说这个房子不是方强的？不是。叶轩，合同。你看一下，这个合同上的签名。是不是你签的？我刚才看了，这个合同真的不是我签的，而且我也没转让这房子啊。你可看清楚了，啊！如果这个签名是方强伪造的，那他肯定要负刑事责任的。哎呀，玉啊，你忘了这个字儿就是你签的，当时我在现场啊。赶快给法官说这个字是你签的，要不然方强得坐牢。都是你管的，管孩子。这房子是我的，
我不搬。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，或者有什么诉求，可以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异议，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工作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。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部腾空。我不能腾这个房啊！这个房是我的，是我的侄子麒麟买给我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是个法官，要不然你去问问他。不要跟我提麒麟，这个事情跟你的侄子没有关系。我现在要求的是你，在7天之内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。周磊啊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满意呀，我非常满意呀。那好，轮岗从报到之日算起，为期6个月。唐院，别从报到开始算起啊，咱们从下个季度开始算起啊。这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，咱也好算不是吗？要不咱们从新年开始算起吧？好，马院就从新年开始算起，你好记他又方便啊。占便宜没够是吧？你知道为了派麒麟过去，我给赵厅长做了多少工作？就从报到之日算起。你喝口水。你看，阿姨，方强呢，从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一直到现在，都拒绝跟法院联系。今天我们来是进行拍卖前的公告的。因为您是方强的直系亲属，所以请您在这个回证上签个字，代收拍卖裁定书。干什么？这字是随便能乱签的吗？啊，他说让你签你就签啊？不签。齐仁玉女士，该向你说明的情况，我们都已经向你说明了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，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叶轩，把裁定书和公告签上去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怎么？松手！别动手！我这房子就没了，我怎么跟麒麟抢的？哎，您听我的，这事儿您听我的。哎，这真不能抢，您抢了就违法了。我违什么法？你让开！是警察是吧？你说我违法，你要抓我是吧？来呀，抓我呀！这朗朗乾坤法治社会怎么了？我就不信我没有讲理的地方了。我咱不能这个样，你干！你怎么那么碍事啊？你不明白吗？这个东西往上一贴就既成事实了，咱家房子都没了。问你谁敢贴？齐润玉女士，我提醒你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叶轩，贴。拿东西，不能拿东西！不要动我的房子，我要吃你们！他是越你不能动手！哎呀，别冷静！哎，这冷静一下！哎呀，哎呀！不行啊！一会儿找你，一会儿找你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说真话啊，万分感谢，都在心里边。周末请二位到我家里吃饭，我亲自下厨啊，以水代水，多敬几位休息啊。行了，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，把正常工作搞得跟私下交易似的。反正我心意已经到了啊。记住啊，6个月之后把人给我还回来。别，马院，你人还没到，先说走的事儿，生分了啊！周磊，哎，既然合了好油，
我要求你这车跑得又快又稳。我把咱们全院连续3年结案率最高的法官派给你了，那我是要成果的，您就瞧好吧。刘劲松那个案子要进行复核，程序不要出错。最新的验伤报告你要尽快给我。好的。喂，麒麟。哎，马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啊，行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你先忙。好。齐法官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小李？你赶紧到大门口看一下去，你姑父来了，联系不上你，你家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。啊？行，谢谢。麒麟，麒麟，怎么了，姑姑？你忙什么呢？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你姑妈被你执行局的给抓这儿来了，还说把咱那个店给封了，还要拍卖。把店给封了？为什么？我听的意思是方强他把咱房子抵押了，人家限咱们7天把这个房子腾空。你姑妈一听这就跟人打起来了。我姑妈动手打人了？她哪敢动手啊？你说，就和他们吵了几句，说着说着就给他带上车了。麒麟啊，别的我不担心，你姑妈咱心脏不好，腰也不好，走的时候连件厚衣服都没穿。你说住在那儿能和住家里一样吗？你赶快想想办法找找人，咱咋地都行，咱得把人弄出来呀。马院，您找我。徐法官现在不容易啊，见你一面还得3请4催的啊。正好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。啊，你先坐。那你看，是我先向你汇报呢，还是你先跟我汇报？请您指示。咱们院执行轮岗制，听说了吗？哦，我知道。你很幸运啊，全院各个部门那么多年轻的法官，第一个就选中了你。我？你记住啊，你是刑庭派出去的，是我的兵，绝对不能给我丢人。您的事儿说完了吗？那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。行，你说。我姑妈家不是开了一饭店吗？今天上午执行局的人呢去执行，我姑妈呢脾气不是很好，过程当中啊就发生了一点冲突，那执行局的人呢就把我姑妈带到院里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嗨，我表弟有个案子，现在在咱们院呢，我对判决和执行都没有异议，就是我姑父说，我姑妈今天带走的时候呢，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，她呢有高血压，又有心脏病。您也知道，我姑妈对于我来说就像亲妈一样。我知道作为法官，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情，但是作为一个孩子，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问题，所以我想向您请示，我能不能去看看她？根据对比多个账户，近2个月李仁有多次赴澳门赌博的记录，金额较大。李仁案的执行拖得太久了，他跟我们纠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。像这种失信被执行人，必须坚决打击。等我一下。喂，马院长。你们今天是不是对玉城猪脚饭饭店进行了执行？业主齐润玉。是的。这个齐润玉是刑庭麒麟法官的姑妈，麒麟是个孤儿，从小由他姑妈抚养长大的。这个情况你知道吗？我应该知道吗？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孤儿，我执行前就得征求他的同意吗？哎，楚云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冲啊？这麒麟跟他姑妈的感情其实就是母子关系。现在他作为儿子，想去看看他姑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现在通知你，麒麟已经按照组织程序向我请示过了，想去探望他姑妈。这个案子我也了解了，齐润玉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，而且身体确实不太好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让你接待一下麒麟，听听他有什么诉求，绝对没有干涉你们执行局工作的意思。知道了。
副厅长你好，我是刑庭的麒麟，我能跟你聊两句吗？不能。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。首先，如果你要过问这个案子，请先去填一份插手过问他人案件登记表，交到督察部门。其次，如果你对房屋的权属登记有异议，可以去向房产登记部门了解情况。最后，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有异议，可以去执行异议部门提出异议。齐法官，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啊，我呢向我们刑庭的赵庭长已经汇报过了，我也向咱们院分管刑庭的马院长汇报过了。在来之前啊，我也请示过你们执行局的周局长，他们都同意我来见您。您是承办法官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想看一眼我姑妈。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，我父母走得早，从小呢是我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。你们执行的这个店铺呢，是我卖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给我姑妈买的，这钱是我出的，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呢是我姑妈。那我齐法官，打住打住！你的家庭情况跟本案的执行有任何的关系吗？你的这些事情，为什么之前不向审案的张丽法官说明呢？我尊重张丽法官的判决，所以整个案件之前，我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直到你们执行，我才知道是这个结果。我今天来啊，主要是我想看一眼我姑妈，安抚安抚她。我呢，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您的，我是以一个侄子的身份来找您的。齐法官，你我都穿着法官的制服，你说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我的，你可真逗啊！为了这件事情，你找了赵庭长，找了周局长，刚才马院长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干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疏通关系，用领导来压我吗？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什么身份呀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侄子的身份还是法官的身份呀？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不会强求。咱俩都是法官，您没必要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。再说了，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执行局案件的意思。你倒是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不是来走后门的，我也不是来走人际关系的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见一下我姑妈。她身体不好，她有高血压，有心脏病。我作为侄子，我很担心她，这都不行吗？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能理解，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？齐法官，这里是讲法的地方，你跟我谈什么人情啊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欧阳露露，通知少军多配一些警力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李人跑了。是。散会。杨洋，今天我们刚带回来那个阿姨瞿润玉，可能心脏不太好，你去社区医院联系一个医生过来帮她看看。如果真是不舒服，该送医院送医院，通知留置室法警。告诉他们，齐润玉的家属可以探视了。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是刑庭麒麟法官吗？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留置室的法警刘磊，接到执行局的通知。您现在可以过来探望齐润玉了，因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不好，撕毁笔录，现在转到拘留室了。啊，谢谢。哎呦喂！姑妈，哎，
麒麟，我在这儿呢。麒麟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姑妈给你丢人了是吧？你姑妈呀，没啥大能耐，这一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你培养成了个法官。我的侄子是法官，我还给关进法院里，太丢人了。你也知道丢人啊？你知道你今天做的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？那你说，我好好的冲进来一帮人告诉我说，你得腾房，我还委屈呢。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能抄家伙呢？要拼命啊！给你请到执行局谈话，你不能态度好点吗？还敢撕毁笔录？就你这身手，真要跟人打起来，你不给人脸上打破相了，最起码也得给人脸上抓几个猫爪印儿。人家法官可跟我说了啊，从头到尾，人家跟你都是有商有量的。我不是一听他们让我腾房我才急的吗？那等我出去了，我跟那个法官好好道个歉呗。啊？你跟我说，这饭店，你真的没有过户给方强吗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麒麟啊，这房子是你买给我的，我怎么可能过户给他？我这房子从来没做过抵押。妈呀，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你是没抵押，那方强有没有抵押呢？我了解过了，人家法官说了，联系不上方强，告知又没信儿，法院有证据证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方强的名下。来了！方家上呢？有手续。小家伙，别补兵了，来。哎呦，来，我又不来了。一个队友没有呢。来，给我治疗。我让你给我治疗，你干嘛呢？快点！补那几个兵有什么用啊？你过来，帮助帮忙！快！来了！这算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？你有病啊！你再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来，刘叔，你试试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你不抽我，我就抽你。来呀，来，再试试。来，我，说，你要给动手啊！动手！别打了，再打我报警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谁呀？赶紧走开，要不然连你一块打。对不起，我是他哥。今天我们家出了点事儿，他心情不好，我替他向你们道个歉啊！对不起。你们都没伤着吧？是吧？行，都是出来玩了，谁都不想惹事儿。不过大叔啊，家里要是有疯狗，以后可得看好了，别让他出来乱咬人。他们再给我说一句！冷静！闭嘴啊！他们5个打我1个！闭嘴！冷静啊！都别生气啊！今天你们在这儿，所有的消费都我来买单。来，接着玩啊！不好意思，别生气啊！接着玩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是你拦着我，他妈弄死你们！你弄谁呀？过来！别激动！站住！李仁，别往哪儿跑！站住！住我！李仁。
别动，别动！东北，过来！李仁，你冷静。再给我让我跳下来！楚先生，李仁，我们是青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楚云，现在对你欠款不还案进行强制执行，请你配合我们工作。你现在这样抗拒执行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如果你有任何困难，请你下来，咱们好好沟通。我没啥跟你沟通的，我也没钱还你们，多走！我要掉下去，你们都有责任。李仁，你冷静啊，抓紧栏杆。我离远点，都下去，都下去。守军，退后，保持距离。他不会真跳吧？近期资料没看，虚张声势，1年体检2次3分医保，这么珍惜生命哪敢跳？你躲得掉的？那饭店是姑妈的命根子，今天法院通知要执行，姑妈差点没气死了。那我妈没事吧？你还知道问一句你妈呢？姑妈被法院带走了，你说有事儿没事儿？真行，你抓的吧？不是你一法官，你能让我妈被抓进去？平时你一口一姑妈叫着，是我们家花钱供你上的大学学的法律，怎么学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？大义灭亲是吧？方强，你要是但凡懂一点法，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。但我告诉你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姑妈肯定不会有事儿，但是你就不一定了。别在这吓唬我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来，你告诉我，那饭店是姑妈的，怎么就转到你名下了？是，那饭店是你给我妈买的，可现在那饭店是我妈的，我妈的就是我的，早晚得转到我名下，犯法吗？犯法。今天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我没这个义务。姑妈跟我说，那房子没转给你。如果你要是伪造的话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是要坐牢的。那你抓我呀！你抓了我，你就是你姑妈的亲儿子了。来，抓我！方强，你别给我犯浑啊！你告诉我，这事儿是谁跟你操作的？你没这脑子。抵押了200万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他们那就是吓唬你，不会真执行的。顶多2月，啊，你扛过去了，大把分红等着你呢。不是，可我之前那手机电话一天好几百个，催我还贷款利息。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，我这心脏直突突。说好不容易，这电话不响了吧？法院又来找我了，这不能出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说要5份，我是不是立马跟你签协议？你说没钱，我费了多大劲，我找了多少人，我才帮你把那房子给抵出去了。兄弟，我这么大企业在这儿呢，我还能跑了啊？你自个儿说，你回来，我是不是回在这等着你？我躲过吗？我不是那，可您之前不是说，我把我贷的钱都给您，您就能帮我还贷款利息吗？可我怎么收到短信说我这逾期好几个月了呀？那贷款利息就不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还，再晚几个月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你自个儿出去问问去，哪个玩贷款的没接到过这些电话信息啊？放心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顶多再扛2月。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，哥哥那融资马上就到位了。你占那股份，那可是1000万分红啊，兄弟！你说你都马上要起飞的人了，一点城府都没有。明总，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最主要我是没经历过嘛，我这心里没底。咱们现在不就是在经历吗？经历完了，是不是自然就有底了？哎，一起经历经历。董明，我说你认识啊？我伪造，人家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大老板，
人就能有这个能力给我办过户，而且文件手续也都是齐全的。我在他那儿买了10%的股份。再过几个月，整个咱青港市的健身器材都要用人家永康的。有朝一日，只要永康上市，我就是原始股东。股票值多少钱，你懂吗？你个傻！你凭什么相信他呀？我凭什么不相信他呀？那厂房地皮能跑了吧？多好的买卖啊！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，你说这是好买卖吗？这么好的事情，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？你有脑子吗？你能不能想想啊？你被骗了！哎，师哥。哎呀，齐大法官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什么情况啊？信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这下了班了，办公室还没人，现在谱这么大吗？是不是晚上吃饭的事忘了？哟，我今天真不行，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吧。我不管啊，天塌下来，你晚上也必须来，告诉我在哪儿呢，我接你去。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，你说这是好买卖吗？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，还能真执行啊？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，你占那股份，那可是1000万分红啊，兄弟！这么好的事情，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？你有脑子吗？你能不能想想啊？你被骗了！不接我电话，董明，你耍我一个试试。李仁，你这样跟我们耗在这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现在该做的是，下来，跟我们回执行局，把你的情况说清楚，把钱还上，把问题解决掉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啥情况啊？啊，我没钱，我干啥还的？我啥情况？没钱？这个月的4号，你去澳门赌博，你输了38.3800块，帮你前往澳门的人叫李超凡，你住的是银河酒店。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那你们也知道我输了呀？对呀，我输了呀，输了就没钱了呀，我咋还啊？李仁，法院已经限制你出境，你私自前往澳门已经属于违法行为。你是想去公安局跟公安谈，还是跟我们回法院跟我们谈？以前你们也不这样啊，怎么着涨工资了还咋的？你把我往死里逼啊！你们看看法院逼人跳楼了，我掉下去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都有责任。董明，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忙啊你？你干嘛呀？不是你疯了吧？这账本啊，这个账本，1分钱进账都没有，这叫账本？我的钱都填你那破厂子的坑了，我现在美容院的窟窿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补上？什么你的我的呀？你这美容院开张我没投钱是吗？合着以前我有钱的时候，你天天黏着我，我这刚出点事儿你就跟我翻这小账是吗？行，我知道你现在烦我了，我走啊，我走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呗啊！
早知道你靠不住，那些要债的人要是再来的话，就让他们逼死我，我活该，行了吧？非闹成这样，干嘛？啊？你着急，我比你更着急。之前都是你逼我，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那些要账的人再来，你就先躲躲。只要扛过了这段时间，我那账面上马上就有钱了。回头把厂里那欠工人的工资这么一付，剩下的钱我不都给你啊？谁知道你这回说的是真假呀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周有民那案子马上就要判了，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他那个主审的法官，只要法官抬的手，这案子就得轻判。回头这案子轻判了，你说他那有钱的爸爸得给我多少钱？靠谱吗？李仁，咱们这么耗有意思吗？给我整点水喝。给我整点水。张天翼，给他水。好。快点，我一会儿掉下去了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站那，你站那儿就别动啊！别过来啊！你抓住了！哎，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我放这儿，抓稳啊！我给你放那儿，别动啊！动我就掉下去！放这儿，下去。好，我下。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、失语的、热闹的、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、抢救的、奖励的、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、安静着、吵闹着、混沌着、崩溃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分离的、无谓的、坚韧的、摆着不闹，照亮你。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、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、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、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、摆着不挠，照亮你。